现在荷姆兹海峡全面的引爆的是全球的能源核弹，我们要来看到是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敏感时机，普丁补刀要断了德国的能源命脉哦。那么现在说俄罗斯成了这场中东战争下面最大的赢家吗？另外就是巴拿马运河成为在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的另外一个救命稻草，但是因为它能够运补的量实在太少了，是不是也会出问题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全球的能源战现在已经先爆发了，因为呢，国际能源总署已经开始下了重话示警，说接下来可能面对的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一场能源危机了。事实上，在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我们赶快来看到实际的数据，全球有20%的石油已经直接供应被卡死，每天甚至高达1300万桶的原油直接消失在市场上面。就在这么危机的时刻，俄罗斯又祭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他说从5月1号开始会切断友谊输送的油管，停止对德国这个国家来输送它的石油哦。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消息一出的时候，等于是一个能源核武等级的致命打击。赶快来看到是对于德国的影响，他们这边现在做了预估，德国的 PCK 的炼油厂的产能恐怕直接一口气锐减17%，直接冲击的就是柏林大约90%的车辆的燃料呢都是靠 PCK 来做供应的，现在都会因此而受到打击，包括首都的能源链也会因此受到动荡。那么德国的工业因此会被迫立刻来降产降速。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俄罗斯这一刀是不是等于直接直击了德国最重要的能源心脏呢？这是杀鸡儆猴，顺便告诉欧盟国家说，再力挺乌克兰的话，下一刀就是会对这些欧盟国家祭出能源的制裁吗？美伊冲突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反成了最大赢家吗？委员怎么解读？对，我刚才讲过了，就是说这场战争的成败只有一个关键，就是谁撑得久。大家比看谁撑得久。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全民韧性也可以啊，就到底是你美国的民众、欧洲的人民撑得住，还是伊朗的人民撑得住，就这么简单。谁撑得下去，谁就是最后赢家。所以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做的这件事情，等于是助了伊朗一臂之力哦。就是在2021年哦，那个时候是俄乌战争开战前，我给大家复习一个数字哦。那个时候德国55%的天然气是来自于俄罗斯，35%的石油是来自于俄罗斯。后来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北溪1号、2号断掉之后，德国面临了非常重大的产业危机跟冲击，因为这个能源价格暴增，所以它的产业就开始赔钱了。然后，所以它2023年它的经济出现了技术性的衰退哦，就德国很少出现这样的状况的。各位只要看2次大战世界战后哦，德国的经济一直是在稳健的往上攀升。可是德国的产业面临这么大的冲击，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能源的问题啊。那后来德国能源从哪来呢？一个就是像哈萨克，它从友谊输油管来哦，另外一个就是从中东来了。可是各位知道，现在中东乱成一锅粥了，所以中东的油也别来了哦。那再加上哈萨克的这个友谊输油管又被断了，又被断供了，所以你哈萨克现在用海运来运哦，那个花的时间太久了，成本太高了。所以德国现在因为俄罗斯补了这一刀之后，整个东德的炼油厂，它的这个石油的来源都会面临到了很大的冲击跟影响。那你说对德国来说造成的影响，只死德国一国吗？不是的。任何了解欧盟的人都知道，欧盟原本的最大的支柱是这几个国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脱欧之后，欧盟现在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法国、德国跟意大利了。特别是德国，德国长久以来在欧盟面临到欧元危机的时候，是德国的央行去救的。所以现在连德国如果都自顾不暇了，那欧盟就完了，欧盟自己就面临到很大的冲击了。所以我说今天大家在玩哦，就俄罗斯在做的就是隔山打牛的游戏啦。我就说我今天打了你德国，我拖垮了你欧盟，然后你欧盟面临到了这么庞大的压力之后呢，你接下来你可能就撑不住了，撑不住要该怎么办？就要赶快把这场战争收尾了。那压力要压到谁身上？压到华府身上嘛。就好像我们上一题讲的，他把中国大陆拖下水，就是希望中国大陆施压给伊朗，叫伊朗别打了，不是就这么回事吗？所以今天大家都在玩这样的游戏，可是关键的点是在谁撑得久。我看过很多的评论家哦，就有一些这个
有台的评论家一直唱衰中国，说这场战争中国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冲击。我认为中国是最大的赢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角色跟地位在全世界是彻底的翻转哦。长久以来，中国是被西方跟美国污名化的，现在是黑白对调、猪羊变色了哦。所以这是中国是最大的赢家。可你说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受到冲击？当然会啊，全世界的经济都会受到冲击。但是关键是什么？谁撑得住，谁撑得久？对中国来说，它的经济撑下去绰绰有余；对伊朗来讲，它已经是生死存亡了，它是一步都不会退的。所以这场战争的胜败很明显的啦。美国跟欧洲这些西方国家，我不相信他们可以撑得比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更久。对，好，这一场战争造成的能源危机，美国的盟友受到的冲击是现在看起来最严重的。那撑得下去吗？这是一个关键点。现在美国也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好，那么如果说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话，干脆呢，我们从这个巴拿马运河来运送这个石油的转运好了。但是呢，现在在巴拿马运河这边也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特别来关心到在巴拿马这一条路线哦，因为亚洲的炼油厂呢，现在是直接转向美国来购买石油、天然气，那当然就是透过巴拿马运河，怎么运呢？把货品从巴拿马运河这边转到亚洲跟其他市场。但是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巴拿马运河的运量，全球运输量其实呢只占全球5%，还是非常小的。那这么小的一个运量哦，我们看到它现在可以说是塞爆了，多塞呢？排队状况是在2023到2024干旱危机的等级，平均你要运东西，你得等待3到5天。那你要插队的话，还要付这个插队费，飙到了400万美元啊！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干脆还是使用荷姆兹运河吗？那岳老师怎么看？这个，所以啊，说句良心话了，因为这个消息牵涉到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整个是代表这个消息是非常不好，因为这个世界长期来讲依赖原油以及天然气，这个依赖的程度已经大到大家难以想象，尤其是东北亚这个地区，包含台湾在内，我们这些区域当中的话呢，受到中东的有出现这种现象，那这个事情呢，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这个就因为川普这个人又笨又坏又傻，所以说让他发生。发生以后呢，他居然不知道伊朗可以控制荷姆兹海峡，然后荷姆兹海峡呢是占了世界上的有人说是25%，有人说是20%。不管怎么讲，这个油跟气他们都是刚需，你要多少卖的人是要达到最多最好的价钱，买的人的话呢也是要买到最多，所以说他们之间的需求是固定的。所以因此这个油跟气的20%或是25%不是像你想象中说。这个其实还有80%在哪什么的，不是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目前为止在资源分散来讲，我同意刚刚我们孙委员讲的非常好，就大陆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油也不是只有中东的油，那油也不是只有海上的油，而且油也之外的话呢，有煤发电，有自然吸收，有电发，有风发电有光发电，什么水力发电，什么一大堆，大家都知道。前面听的消息，你不得不佩服，就有人先做了规划，但是这里头当中。像韩国、日本、像台湾这些地区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他们的工业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完全依靠这个中东传递来，所以因此大概在1个月前就已经有转向美国购买。那个时候，这个川普还得意洋洋的讲说，我们油多得很，他们来可以向我们买什么的啊？他们还兼卖委内瑞拉的油什么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应该讲起来是有3方面的问题了。第一个，大家看这个路线就是非常非常长远的，跟太平洋。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这个巴拿马这个运河当中它的运送量，因为巴拿马的运河为什么一定要排队，而且运送量很小？因为大西洋跟太平洋它们之间的位置是不对等，就要一次进来这样，没有直接走的。那荷姆兹海峡是一个天然水道，这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然后第3点原因的话呢，就是说我必须坦白讲，其实这个数量并不大，因为美国也需要从中东进口油了，否则大家只要看一件事情，这个战争一打起来的话呢，美国的油价为什么上涨？因为美国也是需要中东派出来的油，所以说这个波斯湾产的油对美国来讲，对全世界来讲都特别重要，但是对于亚洲这几个地区是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面对的麻烦特别大。对，好，所以现在等于说全球的这个能源要运送面临很多的危机哦，包括这个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外，刚刚特别看到了嘛，巴拿马运河的运输也长期现在呢常常塞车，所以在运送上面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在此刻，我们看到的是还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我们看起来全球的这个航运要改写规则了吗？因为呢，现在看起来这个伊朗他又设了一个新规定，他说接下来在这边要设立新的安全走廊。然后呢，未经授权不得通行，违规直接开火驱离，有点像是在做这种军事化的管理全球的航道，而且这边还出现了诈骗的问题耶。有人被诈骗说付了这个过路费，结果事实上他付钱的对象只是这个诈骗集团，也不是伊朗的政府，结果他在通行的时候就直接被开枪，现在可以说是乱象丛生。干哥怎么看这个海上规则？国际刑警组织现在在追这条船，真的被诈骗的船。你知道现在已经出现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有，对不对？现在在荷姆兹海峡也出现了，而且我跟你讲，你刚刚讲的，它所有的网页上面的所有的规范都写得非常清楚，而且它可以告诉你说，我就是伊朗政府，我就是 IRGC 啊，革命卫队底下的某个单位、某个分队，专门控制这个拉巴斯港到某一个阶段啊，你要从这边过的话。你就要付什么？付泰达币，或比特币，你要叫你用虚拟货币来支付，你只要支付了以后，你就可以安全通过，而且你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航速都告诉我，我们输入资料，我们的这个快艇就不会去拦你这样子。结果有一艘船，他就真的付了多少钱？到现在不晓得，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国际刑警组要去追啊？你不知道他到底付多少钱，然后他真的付了，结果一付，你知道吗？他才刚刚一出那个海峡，就被伊朗炮艇开炮就打他，就干嘛就满脸豆花，整条船掉回去，结果是被谁害的？被诈骗集团害的。诈骗集团说好，你通过了，因为你已经付了泰达币，结果他一出去就被炮击了。所以现在就回去，被炮打了不敢讲，你知道为什么吗？讲了就对他自己没面子啊，对不对？他下次更不用贪小便宜再出去。你要至少200万，你付20万，你想过你们？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是，诈骗集团已经跑到荷姆兹海峡，冒充伊朗海军了，太厉害！诈骗员好有效率。对啊，大家就想这个不是玩笑，因为说一句实在话，其实老实讲，对船东而言啊，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你船长轻信这种诈骗集团的网页，而且还真的交了船，交的不是你的船了，是我们船东的钱呢，对不对？你交了以后，当然这件事情被揭穿了以后，比较不会有人受骗。可是我跟你讲，诈骗集团不会这样的，他不会甘休的，他下次再来，为什么？有利可图。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你的感觉就是说，已经全球人民受害了，让诈骗集团猖狂，这也就算了。我们再去看巴拿马。巴拿马现在肥的流油，你知道？我讲的是巴拿马政府，你知道为什么？排队，荷姆兹海峡走不了了，我们去巴拿马排队，一排，天哪，要83个小时，平均一艘船要排3天半。刚才岳老师已经讲了，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它是运河，它不是海峡，对，它比海峡还要小，小到你只能一个船身过去而已，尤其是10万吨的超级邮轮，你就是要排队。那样排队，平常是多少？我告诉各位，平常要过去90万美金，大船90万美金已经很贵了，你会觉得很贵。对，现在要插队是吧？欢迎插队，插队费、插队过路费、排队费，你不用排队了。插队的过路费是400万美金，还是有人付的。那我想请问你，巴拿马政府怎么说？你知道吗？这是合法的。这是合法的，我们以它的这个货物的这个及时性我们来安排它及时插队，让它先进去先出去。其实讲穿了就是 money talk， 你怎么可以让别的船，因为他付得起这个价钱，所以他去插队呢？所以从90万到400万，我讲句实在话，那个就是对于这个产业的压力，而这是对不仅仅这个产业，是对全球供应链的压力。像这样的压力而造成了油价的飞涨。我告诉你，没有石油，我们连牙膏跟肥皂都做不出来，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再这样撑下去的话，我想请问你，巴拿马运河跟荷姆兹海峡还是这个态势的话，那人类会不会真的碰到景气的寒冬？不是开玩笑，再撑1个月到2个月，地球上就会发生，你就会发生很可怕的金融衰退的现象就会出现了。
对我补充2点，我觉得巴拿马政府呢现在就在效法环球影城的 Fast Pass， 只要你愿意花多一点钱，你就可以不用排队。对，如果你去过环球影城，你就知道，你就额外买一个 Fast Pass， 你就不用排队了嘛。他就来这一招吗？完全合法了。对，然后第二个我的感触是，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伊朗终于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了，就在这个停战时间，他们应该要全球追杀诈骗集团，因为这个钱本来不是伊朗收，就是美国收的，就现在搞了半天换成诈骗集团拿走了。这个美国跟伊朗现在终于有个共同敌人，先把诈骗集团抓到再讲吧。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